中阿合作达到新高度，中国将支持阿根廷收回马岛。阿根廷能从中国买来哪些武器打赢战争？近日，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访华，与中国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并且中方重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岛的主权声明，无疑都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不少西方媒体表示，阿根廷欲洗刷40年前耻辱，用武力从英国人手上夺回马岛，第二次马岛战争即将爆发。而这一次阿根廷取胜的关键将是中国武器。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传出阿根廷采购中国枭龙战机的传闻。当然，阿根廷要想真的与英国硬碰硬，光是有战斗机还是不够的。以下10款中国出口的武器都是能够帮助阿根廷打赢战争的选择，就看阿根廷人选不选了。第1款 JF-17 枭龙战机。阿根廷采购 JF-17 枭龙战机自不用说，毕竟这也是在阿根廷军购的计划之内。目前阿根廷当务之急就是提升空军实力，毕竟在马岛战争之后，阿根廷空军战斗力一落千丈，加上西方制裁，已经没有先进的战机能拿得出手了。作为一款空优战机，枭龙战机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其高性价比与新型雷达设备成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二之选。而马岛战争的关键又是制空权的争夺。面对英国海军更新换代的 F-35B 战机，阿根廷空军至少需要一款性能不错的战斗机，能对英国的航空部队形成一定的拒止能力，至少不能让英国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第2款霹雳151远程空空导弹。阿根廷决定采购枭龙战机，其配套的武器自然也不能少。既然要以 F-35B 战机为对手，那么不久前中国推出的外贸型霹雳151远程空空导弹就是不错的选择。霹雳155导弹是歼20战斗机的标配，被认为要领先欧洲的流星空空导弹与美国的 AIM-120空空导弹。其外贸版霹雳151射程超过150公里，这个距离就意味着能对 F-35B 战机形成压力，让 F-35B 战机不敢轻易突入其射程范围。对于主场作战的阿根廷而言，他们的武器不必比对手先进，但只要让对手有所顾忌，那么能施展的空间就很大了。第3款 C802 反舰导弹。前面提到，马岛战争的关键就是制空权的争夺，而英国夺取制空权的关键就是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这就意味着，如果阿根廷不具备对英国航母的饱和攻击能力，那么再多的准备也是白搭。那么中国有哪款武器既向外出口又具备威胁航母的能力呢？答案自然是 C802 反舰导弹。C802 反舰导弹又被称为鹰击2导弹，是在鹰击81基础上改进的一款先进反舰导弹，曾出口巴基斯坦，并且同样适配枭龙战机。这款反舰导弹既可装备战斗机，也可装备战舰，其射程达到120公里。第4款022型导弹艇。除了空中单位，水面单位自然也不能少，但阿根廷海军实力孱弱，大型军舰并不一定适配，反而在中国大量封存的022型导弹艇是不错的选择。022型导弹艇航程为400公里，加上反舰导弹射程，其攻击范围可达500公里以上，足以覆盖马岛海域。而且022型导弹艇还有着速度快、具备一定隐身能力的特点，当年在中国就被称为航母杀手。因此，如果阿根廷海军能在其近海部署大量的022型导弹艇，也将对英国皇家海军形成一定的拒止之势。第5款 ZDK-03 型远程预警机。当然，阿根廷要想真正打造一支现代化军队，预警机也是有必要的。目前，中国在预警机领域进步飞快，很多技术水平都达到了西方顶尖水准。而对于探测隐身战斗机或者潜艇来说，预警机是不可缺少的存在。不过目前中国并没有出口空警500或者空警2000的消息，而且其价格也不是阿根廷能轻易承受的。但中国在运8运输机基础上改造而来的 ZDK-03 型远程预警机却是不错的选择。这款预警机也曾出口到巴基斯坦。ZDK-03 型远程预警机航程达到5000公里，制空时长达到8个小时，并装备有高精度 S 波段远程雷达。这种雷达是目前对空探测与引导雷达的主选波段，能有效预警隐身战机。第6款 JY-27 米波雷达。除了空中预警，地面预警同样少不了。既然阿根廷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英国的 F-35B 隐身战机，那么中国制造的 JY-27 米波雷达就是很不错的选择。米波雷达被认为是对付隐身战机的有效手段，因为其探测波段避开了隐身战机的隐身波段，
使其被发现的可能性大增。此外，米波雷达可通过多批次连续开机扫描，进一步增加了发现隐身战机的可能性。而 JY-27米波雷达号克服了传统米波雷达的一些缺点，并且曾在出口中东国家后有发现美国隐身战斗机的记录。另外，拉美国家委内瑞拉也装备有 JY-27米波雷达。第7款 S-20 常规潜艇。除了英国的航母战斗群与隐身战斗机，阿根廷还必须防范一点，那就是英国的水下目标。英国毕竟是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水下力量相比阿根廷占据着绝对优势，因此阿根廷也需要考虑一款实用的潜艇来对抗英国的核潜艇。而中国的 S-20 常规潜艇可以说是不二之选。S-20 潜艇是中国依据 039B 型潜艇技术推出的一型常规潜艇，出口巴基斯坦。该潜艇采用了先进的综合声纳系统，艇上装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以发射鱼雷、反舰导弹等，也可以用于布放水雷，无论是对英国的潜艇部队还是水面部队都能造成威胁。第8款 071E 船坞登陆舰。目前马尔维纳斯岛还是处在英国军队的控制范围中，考虑到阿根廷军队首先要进行夺岛作战的话，一款高效的两栖作战装备不可或缺。当初马岛战争的失败，很大原因就归咎于阿根廷部队夺岛之后两栖战斗力不足，使得守岛部队得不到支援。此前，中国在0701型船坞登陆舰的基础上推出外贸型 071E 船坞登陆舰，并出口泰国，而这款登陆舰排水量达到 2.5万吨。内部巨大的空军使得阿根廷可以将大量人员与陆军装备投入到夺岛作战与岛礁支援中。第9款 FD-2000B 防空导弹。在完成夺岛作战后，阿根廷还需要考虑到英国航空军对岛上设施，甚至阿根廷本土港口等设施进行轰炸，因此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而要从中国进口防空导弹，红旗9的外贸版本 FD-2000B 防空导弹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FD-2000B 防空导弹畅销多国，受到国际市场的喜爱，就足以见得其实力。FD-2000B 防空导弹具备先进的火控雷达，可在120公里之外同时锁定多个目标，并且具备反隐身的能力。第10款卫星数据链。虽说阿根廷从中国直接买卫星并不实际，但租用中国的卫星数据链却是可以的。而且，如果阿根廷真的打算收复马岛，这一步甚至是必要的。现代战争讲究的是发现及摧毁，要打赢战争，首先得知道对手派了多少部署以及部署在哪儿。战争并非局限于马岛海域，而是从两国海军出港的那一刻算起。英阿两国相距超过1万公里，且英国远程作战，那么对于阿根廷来说，能否在1000里乃至万里之外就摸清英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具体位置，就成为胜负的关键。然而对于阿根廷而言，本身航天能力是弱项，如果没有侦察卫星或者导航卫星的辅助，那么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而一旦开战，西方大概率会切断对阿根廷 GPS 等卫星的支援，这时中国卫星就能派上用场。